有没有搞错？要热死我是吗？没有开冷气啊，很热嘞。哇，姐你息怒啊！哎，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啊？闭嘴啊！这么多人在看。哎呀，不要这么敏感，这更年期哦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自然阶段吗？对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好好的聊一聊，别让更年期成为禁忌词。忽冷忽热、情绪起伏、睡不安稳，这些都是更年期的症状吗？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面对更年期，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更年期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同样是更年期，为什么有人轻松过关，有人却身心煎熬？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青春期，而是优雅转身的哎呦，女性更年期。非常好哇！其实我们 Kim 姐真的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听到更年期3个字啊，不要皱眉头，对不对？好，没那么可怕。只要了解身体的变化呢，就能够安然度过。那今天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哈。马上欢迎妇产科医生玛丽，以及我们2位非常雍容华贵啊，非常漂亮的诗美，还有丽珍，青春又优雅啊！来，请坐，请坐。说到这个更年期啊。2位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我公积金那年我就更年期了，55岁嘛。哦，对， OK， 开始我就懂更年期，当时就了解这个病症。 OK 然后我为了要预防，我去做很多热瑜伽，就是预防这个更年期的症状。那诗美你呢？我得承认，我现在进入了 perimenopause 的那个阶段，中文叫微绝经期。哦 ，OK， 然所以后呢？坦白说，我真的很不适应，因为我的经期一向都非常准，现在是开始乱了。不稳定这样。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失落感，就好像是你的好朋友每个月来找你，突然间你就觉得好朋友你去哪里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可是我知道可能是 perimenopause，所以我做了研究，然后我就只能够用运动啊，还有中医疗法去调整那个心态，调理还有 OK 对。OK，所以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啊，马医生啊，帮我们解释一下，是到底什么是更年期？更年期呢，就是说女性的卵巢到了一定年龄呢，功能开始逐渐减退，然后直到完全停止功能、停止排卵和月经完全停止的过程。 OK，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会出现在45岁到55岁左右之间。哦，好，那了解哈。那我们有个初步的概念呢，就想要来考考你们，对于更年期到底有没有那个很深入的了解哈？好，马上进入迷思环节。OK， 听清楚了，第一题啊，女性一旦停经，身体就失去了一层保护，真还是假真。 ？OK，因为少了好朋友嘛，少好朋友保护你。你想怎么样啊？真还是假？又真又假，又真又假，做决定。更年期是讲他真的在这个加啦，加哈。更年期的时候，你绝经吗？绝经会在荷尔蒙上影响到我们女性的思维，然后很多东西你会胡思乱想，然后 OK 身体又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那个不舒服就是没有了一个保护层。 OK 我有认识很多可能已经更年期的姐姐们，她们感觉上反而更自在、很开心的，好朋友不再找她。那你的解释感觉又是假哦。对所以你要真还是假？所以我想真又假，真又假你问我好嘛朋。友是我们绝经了吗？所以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每个月省很多钱。 Precisely 就是这样。可是我又听说过，如果你停经之后呢，可能会有 osteoporosis，就是骨骼疏松的症状。所以这种又好像是真。 OK， 所以咯，好，是问一下我们的医生哈，来，答案是真还是假呢？答案呢是真的。很明显了。因为其实雌激素对于女性还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是。雌激素呢，对于女性来讲的话，它第一可以保护到我们的心血管，它可以维持一个血管的弹性，然后它还可以帮助胆固醇、内脂醇的一些代谢。 OK，所以呢，停经之后呢，一旦没有了雌激素的保护呢，血管的弹性就不好了， OK 然后胆固醇的代谢也不好了。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容易出现，比如说高血压啊、动脉硬化呀，或者是心肌梗死的风险就会比较高。
所以呢，其实女性在绝经之后呢，从大规模的数据上来讲的话，罹患心脏病的风险在绝经之后是高于男性的。哦，另外一个呢，就是雌激素其实对骨骼也是会有很大的保护。是。所以因为骨骼的代谢里面钙质很重要，所以女性一旦没有了雌激素之后呢，身体就会流失大量的钙。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出现骨质疏松啊、容易骨折啊这样一些问题。雌激素呢，对于大脑还是有保护，所以因为很多人在绝经之后会发现，哎，我记忆力不好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变化。是，其实雌激素它会影响到一些神经的地质的一些改变，所以在绝经之后呢，时间长了之后会出现一些认知功能的变化。那我们第一题算是热身啦，好不好？热身哈，我们现在迷思2哈，请听清楚了哈。好，在切除子宫之后呢，会绝经，然后身体呢就会马上进入更年期，真还是假？我觉得是假。真啊，就尽量相反是吧？我不是要尽量相反，我不懂，我觉得是真的。OK， 为什么？因为他子宫拿掉就停经了吗？对啊，停经了不就进入更年期了吗？我是觉得要看个人，因为有时候你子宫拿掉是可能你有癌症啊，对咯，癌症你拿掉，可是他绝经哎，可是他不会马上就进入更年期，因为更年期是有步骤的嘛。我觉得如果是子宫而已，卵巢还在的话，应该不会立刻进入更年期吧？这个是假的。结构上来讲的话，子宫它其实是相当于一个容器，当然会让你来月经，会让生小孩，但是荷尔蒙的变化是取决于卵巢。其实很多人会有这个误解 ，OK， 子宫切了我就更年期了，这是不对，因为是否更年期与否，它是和荷尔蒙有关系的。月经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卵巢它会波动性的产生一些荷尔蒙，它会排卵。排卵之后呢，因为这个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的内膜增生，对吗？然后在排卵之后，如果我们没有怀孕的话呢，它就是会产生孕激素，孕激素它会让子宫的内膜变得比较脆弱，然后对就会排出来。所以通常在排卵之后2个星期，然后如果没有怀孕的话呢，你的子宫内膜就会剥脱，然后这时候就会来月经了。所以子宫拿掉之后呢，因为没有子宫内膜了，所以月经不会来，但是荷尔蒙还是正常的变化。刚才是讲摘除子宫嘛，那如果连卵巢一起都拿掉，是不是就进更年期？对了，如果2个卵巢一起拿掉，那就更年期，那就是立刻进入更年期了。下一个迷思3哈，停经超过1年，但是月经又回来了，是件好事。真还是假？停经过了1年，就已经决定这个人更年期了，对不对 ？OK。所以你突然间他的月经又回来，怎么可能是件好事？就是说他的更年期一直在波动。那你就放假喽，是件好事，但是假，不是就。这个很明显不是件好事，不是哈，因为你已经停经超过1年了，就是他已经没有了，你忽然就回来，我觉得他来的不是你的月经，可能是有问题了，我们体内有问题了。对，那师妹也是，我是认同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回来不是个正常的现象。对，哎呦，恭喜大家都对了。其实停经的定义就是你月经完完全全停了1年了，这个时候从临床上讲已经算是已经绝经了。是。所以任何绝经之后的出血，其实它不是月经，它就是异常的出血。所以任何异常的出血的话，我们都需要立马去看医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排除有没有癌症的问题。其实绝经之后的阴道出血有15%以上的是因为癌症引起的。哎呦，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看医生。要注意，不管那个出血是很多的出血，还是一点点出血，都需要立刻看医生。OK， 目前2位都是满分嘞，专家了，厉害嘞，厉害！看今天有没有办法全雷打。来，第4题，生育的次数是决定女性绝经早晚的重要原因。OK， 加 OK， 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那个卵巢有多少就有多少啦，排完就没有了啊！你不管你生多少孩子还是一样的。OK， 我跟 Kim 姐的答案是一样，就是你的卵巢已经在你出生的时候已经在那里固定了。OK， 没有就是没有了。有一些人生了很多孩子，可是他们很早就停经的，不一定是50多岁的时候人就停经。对了，大家都对了。哇，厉害！恭喜2位啊，4题全对，满分。好像很少人满分的，很少嘞。这种满分有什么用？就真少人满
更年期很久了。是代表说你们对自己的状况很了解，这个是好事，对不对？那 Kim 姐2分而已啊，也不错啊，也不错哈。其实绝经的年龄，其实在因为和卵巢的储备功能有关。什么叫卵巢储备功能？就是说卵巢里面有多少个窦前的卵泡。所以这个数值呢，其实在出生的时候已经决定了。我们可以通过测血啊，或者是通过测一些超声来检查这个数量。好，欢迎周耀松医师哈加入我们的讨论哈。好，那我也要问左医师哦，是中医是如何看待更年期的呢？更年期在中医学上讲叫经断前后诸症， OK， 它主要是女子77之年，然后肾气由盛转衰，天贵节 OK 冲任二脉虚弱， OK， 然后导致肾的阴阳出现虚弱的一些症候的一些表现。那肾又是我们就是人体的一个先天之根本，所以它的虚弱又可以累积到五脏六腑，会出现一系列的比较复杂的症候表现。OK， 刚有说到什么77之年，是真的就是77、49岁吗？讲得很准，这是古人说的，就是在《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记载的，男子是78，女子是77。男子比较晚，这么晚啊对， 78男子是晚的啊，它是个平均年龄。哦，所以目前去看诊的这些女性哦，就是更年期的女性是大概介于什么年龄段呢？一般是45到55岁之间居多。OK， 当然也有年轻的，我看过的病人最年轻的38岁就开始了，哇，38很早，最老的嘞？最老的62岁还没有完全停止那个症候表现。我们门诊的话，45岁到50岁之间，这是一个就诊的高峰，因为这个时间大部分很多人会出现这种危机期的症状，像潮热啊、盗汗啊、情绪波动这些会很明显，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来寻求医疗帮助的。但是通常在50岁之后绝经之后呢，女性来看是因为不同的绝经期的症状的问题，比如说骨头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泌尿生殖道的问题来就诊。还有什么其他常见的更年期的症状？在绝经之前呢，最常见的就是月经开始出现改变，因为这时候卵巢功能开始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所以有些人会发现月经和之前不一样了。有的时候月经周期会间隔比较短，或者是有的时候1、2个月不来绝经，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然后之后呢，卵巢功能逐渐下降到停止之后呢，月经就开始停经，停经超过12个月以上呢，就称为绝经。然后这时候呢，症状就是像刚刚讲的和血管收缩相关的症状呢，比如说潮热、盗汗啊、情绪波动。因为情绪波动也是蛮常见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会比较常见。情绪波动就是很容易，比如说暴躁啊、不耐烦吗？这个意思吗？各种都会有，有些人会比较抑郁啊、伤心，有些人会比较焦虑，有些人失眠，睡眠也会有影响。然后随着绝经时间的延长呢，因为身体缺少雌激素保护的时间越长呢，就会开始出现泌尿系或者生殖系的问题，比如说很容易出现反复的泌尿系的感染啊，或者是阴道干燥啊，或者是同房的时候痛，这些都是和长期缺少雌激素会有关系。了解。然后通常在绝经10年之上之后呢，就开始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如果没有定期的去预防、定期去运动的话呢，骨质疏松的风险就开始慢慢增高。还有一些非常非特异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关节痛啊、肌肉痛啊。有些人会出现一些皮肤的改变，皮肤干燥，或者是会有一些老年斑的出现。有一部分人会出现脱发，这些是和荷尔蒙有关的。有些还会出现头晕啊、目眩呐，还有心悸啊，还有耳鸣啊，还有整天觉得很累啊、精神倦怠啊，还有一些腰酸背痛的一些表现。那医生和医师刚才你们说的是正常的症状，是。那有哪一些是不正常的症状呢？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先兆，比如说出现刚刚讲过的绝经1年之后出现异常的阴道出血，这个是一定要看医生来出来有没有癌症的问题。另外就是说出现严重或者新发的一些骨头痛啊或者骨折，因为如果和绝经相关的骨折呢，通常它是在绝经之后10到15年开始出现骨质疏松，但是说如果在很早就出现骨折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看有没有其他引起一些骨折的原因。OK。
还有一些非特异的症状，比如说持续出现肚子胀，肚子会觉得有一个包出来，或者是你的食欲有一些很大的变化，这种还是需要去看医生，因为有一些妇科的肿瘤或者是一些胃肠道的肿瘤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症状。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定期的做自我的乳房检查，还有40岁之上开始做那个乳房的定期的 X 光检查。但是说如果你自己会摸到乳房有一些硬块，或者是皮肤的颜色出现一些变化的话呢，不要以为这是因为绝经的原因，还是应该要尽早的去看医生。如果你出现严重的潮热，很严重的体重的下降，或者你摸到有一些淋巴结肿大的话，这些也是应该需要看医生。还有另外就是说，刚刚左医师有提到心悸这个症状，因为在绝经期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一个心悸，但是说如果持续的心悸，或者是伴有胸口闷痛，这种情况下是一定要看医生，除外有没有心脏的问题。还有那个持续的贫血导致一个持续的疲劳，还是要看医生，因为就即使包括在绝经期之前，因为月经可能会变得不规律，有可能月经会比较长，或者是月经会间隔时间比较短，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不可以就是直接是以为是更年期引起的，还是要除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子宫颈的问题啊，子宫的问题。是。好像我的朋友，他们的更年期的症状比我的还严重，是不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更年期的这个经历会很不一样。第一，它取决于你的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多快。刚刚我们有提到了手术引起的绝经，就是比如说把两边的卵巢突然拿掉了，这是一个很急剧的一个雌激素下降的过程，突然间没有雌激素的。通常这种微绝经期的症状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即使没有手术的话呢，每个人雌激素下降的水平也会有个体的差异，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缓和，有些人就会比较严重一些。对，另外的原因呢，就是说遗传的因素也是很重要。对，因为如果妈妈在绝经的时候还是比较缓和，没有太多的更年期的症状的话呢，有可能女儿就会好一点。基因遗传上来讲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对雌激素的反应。对，这个是有一部分是受基因的影响，然后还有一些其实就是当然基因不是完完全全的，其实生活方式和一些性格也是会对更年期的这个经历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有些不好的习惯，像吸烟这样，吸烟的人他会比较多的出现潮热，因为烟里面的尼古丁呢，它本身就会影响到一个血管收缩的因素。另外一个呢，肥胖它会减缓这个潮热微绝经，因为肥胖的人他的体内的脂肪它可以分泌一些雌激素的，所以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过度的肥胖呢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啦，比如说增加心脏病啊这些风险。就是如果说你在那个年龄稍微发福一点，其实不用担心，它不是坏事。不用担心，有帮助。不行，感觉到了。但是对于可能思睿来说是个压力。当然是压力，是演员一定是压力，因为我真的觉得哇，自从进入那个阶段。那我吃很平常，可是那个腰围不是很理想啊。就是说你的饮食习惯都一样。对呀，就变成一定要更积极的去运动。所以说女生一直不断的减肥其实不太好，或者是你健身到你身体一点脂肪都没有，其实也对女生是不太健康的。我们需要一些脂肪。对女生是需要一点。是我们需要适量的啦，适量也不要太多这样。OK， 那社会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因为每个不同的社会呢，不同的国家呢，女性对于这个绝经的认知会不一样。如果我们对绝经的症状了解的比较清楚，知道我们会面临什么的话，比较多准备了之后呢，通常来讲的话，就是认知程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其实经历的症状就会好一点。我们呢，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接受的一个心态啊。当然呢，更年期它的症状表现呢，会受我们本身自身的一个素体的一个影响，还有素有顾忌呀，还有本身这个人的性格是容易抑郁的，然后也会受那个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一个影响，所以它的症状是不一样，就轻重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左医师今天有什么食疗和我们分享？有的，生熟地汤。哦，太好了，那我们就来喝汤了，好不好？来，食疗。好我们的左医师呢为我们准备了
这一碗热腾腾的汤，是的，是叫做什么汤？生熟地汤，有用什么材料呢？生地10克，熟地20克。生熟地呢，它是可以补肝肾、养精血，然后延缓衰老。生地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啊，它的性质是凉的；熟地是经过蒸熟的，所以它的性质是热的。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适合我们所有人。3个蜜枣是用来调味的，还有生姜、若干也是用来调味的。 OK， 那煮法是怎么样？首先呢，要把那个龙骨搓水，把那个血水去掉。生熟地先要泡一下水，就是要把上面的杂质给它清洗一下。好，然后呢，把龙骨和这个生熟地、蜜枣、生姜、若干放到汤包里面，然后呢再加水若干，先大火把它煲开，再用小火慢慢的炖2个小时。OK 再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就可以了。 OK 因为我们用的是脊骨嘛，想要补钙好的话，可以加1、2滴醋进去了。哪一些人最适合喝这碗生熟地汤？啊，其实这个适合所有的人，只要没有脾胃有问题的人都是可以喝的。男生也可以喝。男生也可以。为什么喝了感觉好像有点像花生汤的那种感觉啊？啊，它就是那个生熟地的那个味道，味道就是甜甜的，蛮特别的哎。特别其实挺好喝的。对，它的味道就是有点微甜，然后带一点苦涩，一点点。因为生熟地是有一点点药材的味道。有那个文东姜，对，还有一个文面东姜的味道它。有稍微的一点辣，它不呛，它是有点辣，很香。对，那可以加红枣吗？可以的，也可以的是哦。 OK 啊。红枣、枸杞都可以。有没有其他的食疗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更年期的调理的症状？有的。比如说，如果肝肾阴虚者啊，我们可以喝点枸杞菊花茶呀。茶也行啊，可以的。哦还有呢，就是阳虚血虚比较重的人，可以喝那个当归羊肉汤啊。哇，这个很当归羊很补，很补。对，是男人可能比较需要喝。其实女人也需要，因为里面有当归可以补血啊。那我们就女生啊，女性们多喝一点。对，要第2碗了，我已经喝完第2碗了。我们都要补一下，我们都要补一补。经过马医生和左医师的悉心解答，大家是不是对更年期不再感到迷茫了呢？更年期的症状会持续多久？有没有办法能让他们快点走开？情绪波动或心理的症状，平均来讲是差不多3到5年。中西医有什么治疗方案可以缓解更年期的症状呢？哎，就是补阳气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男性也会经历更年期吗？啰嗦这一块是其中一个症状吗？会的，就是男士到了更年期的时候，他就是会比较啰嗦。下一集我们继续解锁更多有关更年期的秘密，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